仙童且慢。这位仙子何事？小仙是福云殿的仙娥，特来为我家神尊取药的，还请仙童通报一声。我家药王远游了，仙子想取药，下次再来吧。可是我，仙子请回。林溪，师姐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这是来给神尊取药的。你这2天跑哪去了？师父到处找你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不是有事儿吗？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是来给神尊取药的，可那仙童谎称药王不在，还不肯给我，真是可恶。一个小药童哪有这么大胆子？他既然敢这么说，那肯定就是真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意思。这里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，你快点回桃林去，免得师父担心。师姐，轻摇衣冠。师姐，师姐，师姐，你还没听懂我说话？我听懂了。那你还不走？我这是来取药的，我的药还没取到呢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药王，他是袁家老夫人的胞弟，你明白了吗？可我是你的亲师妹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不比那亲姐弟远吧？师姐，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？什么？战神当众烧了朱邪战将的战报，等于公开承认了5万年前那场战事与他有关。10万天兵，他们的亲族有多少人？战神此举，等于公开与半数天族为敌。药王洞现在想置身事外，也是情理之中的。可是战神他必是有苦衷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信他。灵犀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又不是天族主君，也不是上清天尊，更不是昆仑山西王母。你相信他有什么用？谁又会相信你呢？别人可以不信，但我至少认为师姐你肯定是会信我的。就算我相信你，也没有什么用啊。凡人尚且说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都活了5万岁了，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？就算神尊真的是另有苦衷，那在他决定承担此事、隐瞒真相之前，他就应该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。灵犀，浮云殿已是一方泥潭，你还是早早回桃林为妙。师父虽没明说为何将你拘在桃林，但我观他言行，定有因果。你我神族寿命漫长，人人都有说不得的秘密，战神如此，师父也是如此。你我只是一介小仙，还是做好自己的事，不要逆势而为，自保为上。这是战神的药，我只有这些了。我人在药王洞，就得听药王的差遣。药王在此事上既已有了章程，我便不能违逆。你把药带回去之后，就速速离开天宫，回桃林去，知道吗？师姐，瘟神依照天书下凡布衣，为的是万物均衡、6界太平，这是大事，天族人人知晓。可师姐，为何你却要逆天行事，总是偷偷下凡行医施药，救人性命？师姐，你说的对，我只是一个小仙，没有资格左右大事，也没有资格去探究别人的私密。但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做，那就是表达态度，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自己，为了支持自己相信的正义。谢谢师姐给的药，我走了。
曦，你怎么这么久才出来啊？没什么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13呢13在担心。你药拿到了吗？这是给神尊的药。才这么点儿，这才够几天的量啊！哎呀，能拿到就不错了。这群势利小人，算了，这药你就先拿着。不过你可千万不要声张，万一13知道了，一定搞得人尽皆知。神尊听了心里该不舒服了。你也别太难过了，这天底下又不是只有药王洞一家会炼药的，是不是？这样，你先回去，我回桃林一趟。万一神尊问起我，你就跟他说我偷跑出去玩了啊。神尊才不会问你呢，他最近啊在闭关修炼，已经好几日没露面了。总之你就先稳住13，瞒住神尊，等我回来。云峰还没回来。是。神尊，要不要属下也去看看？云峰那么久还没回来，我看是不得其门而入。他进不去，你们也一样。看来本尊得亲自走一趟。神尊不可，你可是正在被禁足。待会儿本尊元神离体，你们2人为本尊护法。元神离体太好修为，神尊现在的身体吃得消吗？无妨。可魔君已在试图冲破他的结界，我能感觉到，不能再等了。天君，私毁战宝，那是违背天规的重罪。就趁他知法犯法，咱可以做主天神的表率。天君，臣以为，仅仅是夺取神位，幽闭禁足，不足以成其罪呀。况且5万年前幽东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尚无结果。就趁他功过是非，也尚无结果。哼，10万天兵天将，至今天君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继续讲。好，臣以为此事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。臣与普化上仙商量好了，
然你能苏醒，那么我也能存活。等本君出来，再与你一较高下。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站住！两位上仙，你是何人？小仙是浮云殿的仙子。我说怎么看着眼熟？你鬼鬼祟祟的样子，身后藏的是什么？啊，都是一些寻常的杂物。寻常杂物？寻常杂物有何可逼人的？定有古怪。拿来看看。紫光上仙，这些真的都是小仙的一些私人物品。你们浮云殿的人说话能信吗？我们想打开就打开，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什么东西这么宝贝啊？不都是些破铜烂铁吗？嗯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我们走。神尊，神尊可还好？幽都山，魔君醒了。灵犀，你回来了。神尊呢？大殿呢？他刚刚没出去啊？没啊，我一直在这守着。你是一直在这睡着吧？哎，你那袋子里装的什么呀？不告诉你。神神秘秘。回来了。神尊，去哪玩了？我随便走走。你都去哪儿了？我去了妖王洞、上清境，还有天池。啊，我去看逐日鸟了。逐日鸟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可好看了。那逐日鸟傻兮兮的，追着太阳猛飞，飞得还极快，跟一团火一样。逐日鸟性格暴烈，你去看它没伤着。
多谢神尊关心，我没有受伤。不过就算受伤了，那也值了。值了？我剪了他一根羽毛。本尊现在被禁足于殿内，你是殿里的人，不要到处乱走，平时没事就待在殿里。是。哎，对了，神尊，小仙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？那个神尊，你也是知道的，我们桃林中人呢都擅长医术，小仙也一样。自小我便和师姐跟爹学习医道，平日里行医炼药都是极熟的。可是自打小仙上了天宫以来，这看家的本事就搁下了。昨日里小仙还碰到师姐，被她教训了一通。正所谓学海无涯，不进则退，小仙深感羞愧。所以小仙想冒昧的请求神尊，可否允许小仙将自己的房间改成药房，以供小仙配药炼丹，钻研医术。你懂医术？是。还会炼丹？对。那你自便吧。多谢神尊。林夕，你这不是在修炼医术啊，你这是在炼制法器呀！哎，我听说那个天雷真君的神火掌心雷，那是他的成名术法。你要是再这么继续练下去，你肯定能打败他。你快别说风凉话了，林夕，我理解你身为整个天宫唯一一个地仙，心里有压力。但是做人要量力而行，你这修炼的方法有千种百种，你干嘛非要炼药呢？我看你食量很大，挺能吃的。这样，我师父当年传授我一套鲸吞大法，我教给你，然后再给你做一些灵气充沛的菜肴。你每天吃上个10桌8桌的，估计有个1、2万年就能飞升成仙了。哎，林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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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啊，你刚刚说的鲸吞大法，我觉得挺适合我的。我也觉得挺适合你的，教教我呗。嗯，嘿，走。怎么这么难啊？我就不信了。可查到了什么？师兄，幽都山内魔气太重，我无法进入，只得多方打探。听说当日列夷的族人立下血誓，化作了怨灵，逃离了富灵渊，救下了当时命悬一线的仲浩，一同进入了幽都山之中。仲浩也在幽都山。是啊，听司命说，师兄你元神离体进了幽都山，可见到仲浩了？我只见到了魔君。魔君醒了？嗯。不过他目前尚被困在封印中，而且力量是残缺的。以他目前的能力，是没有办法破封印而出的。力量残缺？嗯。他的元神之力，并不在他的体内。不在他体内，那在何处啊？还需再查。可是在
我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丝魔气。唉，乐伯是当世最高明的医仙，也许他有什么法子可以封住魔气，不被师兄你所察觉。也许吧，我会留意。神尊，云峰上山，你们是在说灵犀吗？知道就好，不要传出去，只是怀疑罢了。难怪他出现在长生海，神尊就重生归来。小仙还以为灵犀仙子，雪玉可爱，聪明善良，活泼机灵，落落大方，怎会与魔君有关？定是误会，定是误会。怎么回事？天雷打上门来了吗？就是他口中说的那个雪玉可爱、聪明善良、活泼机灵、落落大方的那一个人。灵犀，灵犀，灵犀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！这就是你炼的丹？我怎么感觉给我当暗器还差不多？还我！你懂什么呀？哎，灵犀，你这炼的是什么丹药啊？是能延年益寿，还是增加修为，还是什么疗伤驱毒的丹药？你是第一次炼出成丹吧？是啊。可是不管你炼的是什么丹，你都不能胡乱吃啊！这万一要是炼制的方法和火候不对，成了毒丹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十三，你上次说上清境有一捧望月泉，是治寒之水，可是真的？当然了，早些年万灵院就有一个小仙童失足掉下了望月泉，不足片刻就险些丢了性命，那症状就跟咱们神尊得了寒疾差不多。后来虽说那小仙童捡回了一条命，但也是终日打摆子，天君就派他去看管逐日鸟，希望能够借助逐日鸟的火力去驱散寒气。哎，你们说，咱们也在院子里养上几只逐日鸟，是不是也能驱散神尊的寒气啊？水天一色的银河，看月光荡起层层银光。在梦中，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，牵引着。啊，这么冷啊！这要是掉下去，肯定冻死了。试一试才知道。梅花一色，愁肠两处隔。你送我月色，却无从勾勒。痛马倾盆而下，让月化作浪花去拍打。我似瞬结果，飘过。心的水波，为你洗着一身的苦涩。神尊说，万灵院的小仙童掉进去片刻，半条命都没了。你说什么？神尊，我的药炼成了，你看我跳进去没死，以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去药王洞拿药了，我可以给你炼药的。你大半夜来这边就为了试药性？小仙这才练了第7路就炼成了，你说我是不是很有炼药的天分啊？这里冷，起来吧。
神尊可不能冻着，赶紧走吧。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神尊，你等等，小仙。什么？你是说你炼的那个大药丸是给神尊的灵药？是啊，我昨夜试过了，吃了我炼的丹药，再往月泉里游2圈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神尊也是看到的，他还亲口告诉我说我很有炼丹的天分呢。灵犀，那我们以后岂不是不用再看药王洞人的脸色了？当然了，不只是给神尊的灵药，以后你们想要什么，延年益寿啊，增补修习啊，解毒疗伤的仙丹，我都可以炼给你们的。真的啊？太好了，灵犀。灵犀，你确定神尊说你有炼药的天分，不是扛冻的天分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就觉得你那个大药丸跟神尊的灵药也差太多了吧？差哪儿了？我可有书为证，我都是按照书上说的练的，分毫不差。喏，你看，云峰上神，是吧？云峰上神，这是看什么呢？哦，这是灵犀的药书。哦。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岩心花，是炼制驱寒丹最重要的一味药材。可惜此花极为难得，踪迹难寻。一甲子才开花1次，开花之后需立刻摘下，半日之内需以特殊手法炮制，否则就失效了。我这次时间不够，只得用逐日鸟的尾羽来代替。效力是大大不及岩心花的。哎，上神，上神不是要找我们家神尊吗？怎么这就走了？云峰上神，你又来了。青瑶医官呢？医官还在炼药。又关着门。上神，医官炼药，外人不能打扰。你再拦我，小仙我把你吃了，你信不信？上神，别为难小仙了。你这个小……上神，你终于肯出来了。上神找我何事？我恰巧路过这儿，就想问问你那天是不是……你来的正好，刚好我为战神炼制了一种新的驱寒丹，你给他带过去吧。你捡那个草就是为了炼这个药给我试？谢谢啊。神尊，师姐炼制的新的驱寒丹送来了。神尊，请吃药。你的丹药呢？既然证明药效都差不多，就不要浪费。有了师姐炼制的仙丹，你还愿意吃我炼制的丹药？
都是一样。那神尊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取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小仙炼制的仙丹。仙丹？嗯。为何如此之大？小仙是第一次炼丹，还做不到像师姐那样炼化自如、凝丹随心。不过神尊你放心，小仙炼的丹药的效力虽然不及师姐，但也不差的，你就放心服用吧。神尊，既然你相信我，就别浪费了，都是一样的。哦，神尊，你要是觉得这不方便服用的话，小仙特意为你准备了刀和筷子，你可以把它切碎了，慢慢享用的。那小仙就告退了。小白，这不能吃，不能吃啊，不能吃。还是你眼光好，知道我这是好东西。那就让我再好好琢磨琢磨，炼出仙丹来给你吃，保你一举成为神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小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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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奇怪啊，去哪儿了？小白。小白，小白，你怎么在这儿睡觉啊？小白，这里是洗仙池。我听13说，犯了错的神仙会被人从这里扔下去，洗去仙骨，重归凡尘。你本来就来自下界，如今还是从这里回去吧。小白，以后不管是做人还是做小狗，你都要聪明一些，
人分好坏，神仙也一样，有舍异己为众生者，也有阴险歹毒、欺软怕硬、自私自利的。你也太笨了，白白跟了我这么久，也分不清好坏，就这么着了别人的道。